嗯，那也好。哎，去农科院做副院长怎么样？农业问题可是个实际问题啊，也是个大问题。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我可以郑重地向省委建议。我没有这个想法。大学里我学的是机械制造，跟农业不沾边儿。就算我下了台研究农业，也轮不上我呀。哎，嗨，你不是农业大学毕业的？你看我糊涂，真是搞错了。老三呐，但凡有一点别的办法，我也不来找你呀。你看，咱爹今年72了，咱娘也69了呀。你说两个老人还有几年活头啊？咱总不能看着咱家那3间土房塌下来吧？再说，这修房子的事是你先答应爹的呀。我说二哥，那你就别提这修房子的事了。我说这是，我们没向你们兄妹几个伸手要钱就不错了。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啊，你三弟被法院判了2年的缓刑啊，可是这党籍公职全都丢了，还赔了13000块呢。这我们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哥，这都是实情，我真的拿不出钱来修房。可你去年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你是怎么跟爹说的呀？你许给了咱爹2万块钱呐！什么？2万啊？这……我说冯清明啊，你也不怕闪了舌头啊？2万块钱，你上哪儿去弄2万块钱去啊？哥，过去我不是城管办的副主任吗？啊，手上有点小权，能捞点小钱，弄点油水什么的。现在全完了。传阳，你我的事情呢，咱们就不说了，啊，还是谈一谈你们报上来的处级干部的处理方案吧。原则上呢，省委没有意见，只是对个别同志呢还有一些想法，啊，比如说江正流同志，党内警告是不是轻了？王省长，您觉得对郑流同志的处理轻了？这个同志是不是可以考虑调离现岗位，行政降级？王省长，对于江正流同志，您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关于您和他的关系，常常有很多议论。他可是您一手提拔上来的。传阳，你这就不对了，不能因为郑流同志是我建议使用的干部，就可以从轻从宽，必须讲原则。哎，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替郑流在这儿辩解。再说，事实很清楚，王晓峰的渎职腐败，江正流必须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老婆在经济上也犯了错误，你现在把他摆在这么要害的一个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那您觉着谁来当这个公安局长比较合适呢？哎，你这怎么问起我来了？这是你们市委研究决定的事儿，是吧？我是管不了了，我已经准备下台了。传阳，看来你是有情绪啊！啊，我不客气地说，在这一点上，你得向我学习。我告诉你，你也记住，中央只要1天没有免我的职，我就要恪尽职守，负起这个责任。就算请我下台，我也要把常山的事情全都办完了，再下台。放心吧，王省长，我一定会向您学习的，我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这就对了。来，我是诚心的敬你一杯，敬你这个骨气。王省长，还是我敬您吧，敬您的这份霸气。
说得好。一个领导者有的时候是要有一些霸气。如果没有这个霸气，大事小事都讲民主，结果怎么样？结果什么事都没人负责。我在常山做一天市长，我就要对常山的事业负责；我做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组长，我就要对事故的结果负责。长安同志啊，你可以心里不服，你可以向省委、向中央申诉，这是你的权利。我绝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好，来。老三，回去吧，你没事不用送。走走走走走。老三，你不该呀，不该这么闹。二哥，房子咱还得修，2万不行，我出1万。这1万，你又是从哪儿弄来的？我想办法找别人借借看，争取凑上。你找别人去借钱，能借来吗？那我先借着看啊，如果能借来，我就给你们送去啊。哎，你这……哎，不，别，老三，我身上有啊。拿着，拿着，买点东西。好，这等于公开的告诉你啊，不把你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拿下来，人家就绝不善罢甘休。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向中央打没打辞职报告。是啊，老班长，现在看来，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当初我听了王长工的招呼，撤了叶子金，把失火办成放火，如果我按王长工的意思，让周秀丽从案子里拖出来，判决之后，如果按照王长工的要求，说服叶子京不让检察院抗诉，也许我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正是因为在大事上我坚持了原则，结果就让人家以原则的名义把我给装进去了。老班长，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我们党，我们国家会很危险的。你算是把问题说到根子本质上了，这也是我最担忧的。没错，作为常山市的市委书记，我的确不应该推卸我应该负的责任，而且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打算推卸我的责任。回去吧，回去吧。啊，这回去吧，回去吧。啊，留神啊！回去吧，留神！回去吧。啊，我走了。
这就是说，王长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马上就要开始一场政治大绞杀。啊，您还不知道吧？这2天开会的时候，林永强只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过1次，应付了一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常委、副市长来过我的办公室。您的提醒是对的，现在看来，很多人往小林市长的办公室里跑，还有人说，小林市长是因祸得福，很有可能接替我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哼，不可能吧？我就不信，这个省委是王长公来做主的。再说，那林永强就不处分？预定处分方案是这样的：林永强，行政记过1次，另外，主管副市长和常务副市长记大过1次。其他几个处级干部也做了个别的调整。这不过是个预定方案嘛，还得征求我们人大和政协的意见。王长公是说了，是要找你们老同志商量一下。好，我明白了。到了会上，该说什么，我会说。啊，王省长啊，你好，大马来。几点了？还差1刻钟。上次说那个事情一定要抓紧办啊！好。王副省长，掌握得好啊，真的，掌握得非常好。你给了唐朝阳同志一个斩监候，下一个好像该我了吧？准备怎么处理我呀？该不会是斩立决吧？啊？哎呀，我的老班长、老大哥，我说了能算吗？啊，这恐怕还得裴军书记跟省委来定吧。我算老几啊？我跟你跟朝阳同志现在都是戴罪之身。不过，该跟你结的账，别着急，早晚会结的。啊，行，我等着。哎，我只求一条啊，到时候你可别公报私仇啊！哎，王副省长要是跟我老账新账一块算，我非要被他枪毙不可。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公报私仇我绝对不会。不过，跟您老班长学习学习，啊，搞点大义灭亲什么的，那也不是不可能。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啊。今天跟你还有金主席呢，通报点情况，听听你们的意见。哎，行了，给钱吧。哎，这说好3块的，怎么只给2块啊？这不是没零钱吗？要不拿俩橘子？你拿俩橘子行吗？这算了，算我倒霉。不，那得。这个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金主席、老班长，谈谈你们的看法。王省长，对朝阳同志的处分是不是太重了？难道非撤职不可吗？朝阳同志可是刚刚熟悉了常山的情况，有许多大事情得做，比如坑口电站，还有市属国营企业的全面改制问题。我看以不撤职为好。金主席啊，一个市委书记的职务跟156条人命怎么比？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大火中哭泣的那些冤魂，
朝阳同志，你自己说一下，重还是不重？金主席，我不想用任何理由来推卸我自己的责任。我觉得朝阳同志能够主动的承担责任，这姿态很好啊。但是我还是同意金主席的意见，也不撤为好。理由有这么几个：第一，现在已经查清了，他们最多呢是要承担领导的连带责任。第二，这个班子才刚刚成立1年，这个火灾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上届领导，也就是我和王副省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这次查的案子当中，朝阳同志顶住了压力，伸张了正义，主持了公道，还了这次火灾失火的本来面目，而且解除了一些领导层的触目惊心的腐败行为。周秀丽绳之以法，朝阳同志功不可没。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逼着朝阳同志辞职。朝阳同志啊，是不是请你向陈主任解释一下，我们在座的哪一位领导逼你辞职了？是的，没有任何一位同志逼着我辞职。这么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严重的事故，别说是撤了我的职，就是你王长工省长给我的处分再重一点，我也没话可说。开除我的党籍，开除我的公职，这都不算过分。我应该对513大火负主要领导责任，这是我的心里话。看看，听到了吧？我觉得，你是不是把朝阳同志的觉悟看得太低了？啊？哎，老班长，你不要总以为你自己的觉悟高，我和朝阳同志的觉悟也不低。我们引咎辞职是不谋而合的，就是要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嘛，是不是？那我就再一次的表示一个高姿态，建议省委先把我撤了。如果王副省长你真的那么有胸怀的话，那么我们俩来共同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让朝阳他们这个班子轻装上阵。老班长，你我的责任是你我的责任，朝阳同志的责任是朝阳同志的责任，这是两回事情，要分开来说。啊，请你不要这么讨价还价，不要试图和中共资江省委搞什么交易。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讲原则。好，既然你说到了原则，说到了交易，那我们就不妨敞开了说。王长工同志，你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告诉我，在这场调查大火当中，你有没有想和朝阳同志和长山市委做什么交易？你可以不回答，但是事实是一件一件的摆在那儿。哟，怎么又是你啊？啊，又来送水果啊？是，我们主任爱吃水果。哟，方清明，没看出来，你对周秀丽还有点感情啊？说实话，是我害了她，也害了我自己。我不会想到事儿到今天这种地步啊！我的党籍公职也全都丢了。啊？怎么回事啊？不是听说你刚刚立完功吗？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老班长，别激动，坐下，慢慢说，啊，我洗耳恭听。
啊，我想请问王副省长，当这场大火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谁就把这场火灾的基调给定为了放火，而且公开表态，说干部该保的要保，市级干部一个不撤。当检察院查出了周秀丽在这场火灾当中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的时候，又是谁逼着朝阳同志要把叶子京给撤？而且新任的检察院检察长人选都有了，谁？陈波。知道为什么是陈波吗？因为在搜查周秀丽之前，陈波向王副省长通风报信，是不是这样？说完了吧？没有。如果朝阳同志按了你的指示办，撤了叶子京，啊，把失火定为放火，让周秀丽从中能够脱身的话，那你可能就不撤朝阳同志了。遗憾的是，朝阳同志没有屈服你的压力，他坚持原则，没有妥协，所以你要把他给撤。这难道不是交易吗？我知道，我们主任不会原谅我，我也不希望他原谅。可是我有心里话，我必须说出来。跟您说实话，2年前的时候，我刚到城管委上班，头一天，我见到我们主任，心里就有那种感觉。我们主任长得像好莱坞，那气质像撒切尔，我一见他，我的心里头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方清明，没看出来，你对周秀丽还有点爱情。可我们主任正眼看我都不看。方清明，那你觉得他现在会用正眼看你吗？不管怎么着，我就是要表表我的心迹。王同志，请你把这封信务必交给我们主任，这不涉及案情。哎，方清明啊，对不起啊，这封信我不能帮你转。同志们，老班长今天对我的批评很严厉啊，责问呢也很尖刻。我不太清楚什么地方得罪了你，难道就是因为我到了省里？我看我们的老班长气量不会这么小吧？按理说，我的范畴之内的工作没有必要向老班长汇报，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向同志们通通气，以正视听。陈汉杰同志，请问我们对513大火案有没有进行过侦查取证的过程？最初的放火结论是我指示做出来的吗？那么叶子京在办案过程中是不是上过方清明的当，走过些弯路呢？难道就批评不得啊？在案子进展过程缓慢、上压下挤的情况下，我一个领导小组组长建议换一个检察长，难道不可以吗？啊？常山市委跟朝阳他们听不听很正常，哪来的什么交易啊？嗯，你是不是因为交易惯了才这么想的？啊？另外，至于陈波为了查周秀丽的事向我通风报信，这使我更奇怪了。嗯，你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些小道消息啊？你为什么对这些事情这么感兴趣？你真的使我怀疑你了，怀疑你的心态是不是不正常？我的心态正常不正常，好像不是今天这个会议所要研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这个消息来源是叶子京向我汇报的。我听了以后，我很吃惊。我更吃惊。同志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个办案的检察长遇事不向市委汇报，不向我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汇报，却跑到你陈汉杰那里嘀嘀咕咕，这正常吗？嗯，正常吗？另外，今天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事实，陈波同志根本没有给我通风报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大家等高法判了之后再说吧。哎，你别给我这添乱。对了，你把这些水果也拿回去吧。这您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怎么叫添乱呢？您不是说了吗？见面不行，可以送东西，可以收，但是周秀丽她不收啊。对了，你看这些水果现在都烂了，你拿走吧。王省长，我想提醒您注意，陈伯确实给你打过这个电话，事后叶子京也向我汇报过这件事，而且还非常担忧。他说，即使他被换下来，也不能让没有原则的人来担任这个检察长。而你呢，王省长，你为了把叶子京拿下来，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使用陈伯，您不应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朝阳同志啊，好，就算我记错了这件事情，就算是陈波向我通风报信，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陈波同志不能向我汇报？一汇报就变成通风报信了，一汇报就变成不讲原则，这是哪家的逻辑啊？这是。王副省长，在决定搜查周秀丽之前，法律要求严格保密，所以叶子京并没有授权陈波在搜查周秀丽之前向各位领导汇报。另外，检察院因为掌握了周秀丽的重大犯罪嫌疑，所以对法院的判决提出抗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四处工作，要求撤回这个抗诉。陈主任，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又来自唐朝阳同志？既然王副省长又点了我的名，那我就把情况向大家说明一下。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当天，王长工副省长就来到了常山市，要我和市委出面做叶子京的工作，让检察院不要提起抗诉，并且再一次提醒我要换掉叶子京，而且还意味深长地谈到了今天的干部处理问题。王副省长，这应该是真的吧？当然，你也可以否认，因为没有旁证。我否认了吗，陈主任？我如果连这么点小事都否认的话，那我这个常务副省长就不要当了。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同志们，我还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这个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周秀丽同志判了7年，那是法院判的，难道我连赞同一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王长工同志，您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您是资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下级干部、下属单位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今天，在现有的国情条件底下，干部由上级任命，乌纱帽拎在领导的手里边，这就致使我们很多同志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而一味地看着上级的脸色行事。朝阳，你唐朝阳同志什么时候看过我的脸色？所以你就不保护他了吗？你要把他给撤了？当然要撤，这毫无疑问。我不但今天要在这里讲，以后在省委的常委会上，我还是要这样讲，不能只对别人讲原则，对自己不讲原则吧？同志们，
陈主任刚才对我提出了个批评，说我在事实情况不清的情况下，就提出了保干部，对市级干部一个不撤。我不否认，我既说过这话，我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这就犯错误了吗？现在看来，还是唐朝阳同志跟陈汉杰同志做得好支持叶子京和常山市检察院把这个案子办到了这种程度，大快人心呐！我跟省委是充分的肯定，但是我仍然要说，公是公，过是过。对常山市的干部要这样评价，对周秀丽也要这样评价。不瞒同志们说，为了抗诉的事情，我不但找了唐朝阳同志，我还找过省政法委、省检察院和省高法，就是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为这个做过一些好事的干部讨一个说法。可以告诉同志们，到了今天，我的态度都没有变，就是保护干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保护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我王长工都不能冷了那些认真做事的同志们的心，都不会为了爱惜自己身上的政治羽毛，而不顾底下同志们的死活。唐书记，有您的电话。什么？苏阿福又要交代情况？国定同志，你马上到省司监去，亲自去，看看苏阿福要说什么。还有，苏阿福交代的情况，除了我和叶检，绝不向任何人透露。好的，唐书记，我跟叶检都估计了，这事儿肯定跟周秀丽有关系。不是估计，我们现在需要事实。跟你透个底，就在现在，我们个别领导同志还在为周秀丽鸣冤叫屈。这位领导真有气魄呀！话说的可是气势磅礴呀。好的，明白，唐书记，我马上去省司监提审苏阿福，回来就向你汇报。好。看来你被撤职已经定了。是啊，庸俗的政治学迎合了某些人明哲保身的心理嘛。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为他的讲话鼓掌。你也得看到光明，有些人没鼓，金主席就没鼓吗？好。金主席啊，别走啊，会还没开完呢。小王省长，你们好好开吧，我得到医院挂水去了。那你把你的看法谈完了再走吧。小王省长，我的意见不是被你堵回来了吗？你真想听？我再重复一遍，我不赞成撤了朝阳同志的市委书记。老金，怎么要走啊？老陈，你看不出来，人家不想听咱说三道四，你也散了吧？老金，我觉得会开到这会儿，才开出点水平来。算了吧，我身体吃不消，再开下去，我要犯心脏病了。叶检，我向唐书记汇报了，他说要求我马上去省司监提审苏阿福。我现在就走，回来就向你汇报。好的，就这样。陈主任，你还想开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来？我要问一问刚才鼓掌的同志们，你们鼓什么掌？你们为什么要鼓这个掌？你们党性哪儿去？我觉得你们这是
没有原则的过着。在你们这些掌声当中，我感到了一种危机。同志们，这场大火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156条冤魂在地下躺着呀。叶子军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呢，难道我们还要让这么一位好干部继续付出代价吗？哎呀，你看，陈主任，你怎么又对着同志们来了？啊，不要这么危言耸听，对长山的责任不只是你一个人吧？另外，我是真心的奉劝你一句，以后最好不要再耍这种一一把手的脾气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坚持，但是不同意见的掌声，你还是要听的。啊！省4监检察室吗？我是张国敬，正往你们这儿赶呢。你们掌握一下，在和我们见面之前呢，任何人不得接触苏阿福。张姐，你这话说的太晚了。苏阿福正在见客人。什么？苏阿福见的是什么人？是长山城管委的一个干部。你们马上赶到现场，此人肯定跟案子有关。快啊！是。王副省长，王长工同志，对你，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我要向省委直接汇报我的意见。在这儿，我再重申一次，你对常山市干部的处理意见，特别是对唐朝阳的处理意见，我这个人大主任不同意。陈汉杰同志，你可以保留意见，也可以向裴军书记汇报，这是你的政治权利。散会。有您和金主席的理解，我也聊以自慰了。我也很欣慰啊，朝阳同志。如果不是你挺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如果换上林永强做市委书记，叶子京和检察院别想把案子办下来，没准叶子京早就被拿下来了。来，坐。哎，朝阳。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你后悔吗？说实话，这样的结果我并不后悔，我只是没有想到，王长工竟然会挺到现在。长山的案子是紫荆在办，他不可能包庇王长工。可目前的事实是，周秀丽的受贿渎职案跟王长工没有关系，苏阿福交代的受贿干部的名单当中也没有王长工的名字。省委调查组这么认真的查，结果呢，也不过查出一些他在工作中的失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刘茂才先生，你是怎么想起来探望苏阿福的？怎么了？我怎么不能来？我犯什么法了吗？起码是不符合我们的探监规定。怎么不符合探监规定？我有这个单子，就符合探监规定。这个会检单子是怎么来的？你先说说吧。哼，无可奉告。老班长，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王长工和江正流的关系，您是清楚的。您还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可现在，偏偏是这个王长工要加重对江正流的组织处分。他真的那么讲原则吗？这个同志他有原则吗？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你想，江正流是那么的坚持放火的定性，这和王长工有没有关系？有的话，是什么关系？值得咱们研究。哎，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事情已经到了现在，王长工还这么公开的私保周秀丽，为什么？